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孩小婷和台湾校医阿杰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感慨良多，也让我对两岸的教育和医疗体系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小婷是广州某重点大学的大3学生，虽然是新广州人，老家在湖南，但是她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。她父母在广州做小生意，家庭条件中等偏上。作为一个95后独生女，小婷从小接受的都是主流价值观教育，觉得台湾相对落后，加上平时接触的信息比较单一，对台湾的认识也仅限于一些网络上的片面之词。我以前觉得台湾的大学教育水平肯定比不上大陆，去当交换生也就是为了体验生活，顺便玩玩。小婷跟我说起当初申请交换生项目时的想法，语气中带着几分羞愧。谁知道这一去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。首先是台湾的大学教育给她带来的冲击。在台湾大学，课堂氛围异常活跃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特别自然，老师不会用威严来压制学生，而是鼓励我们畅所欲言，甚至质疑老师的观点。小婷说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很多老师都会用请问来和学生对话，这种平等和尊重的氛围让我特别感动。在台湾上课，小婷发现课程设置也很人性化，除了专业课程，学校还开设了很多通识教育课程，涵盖人文、艺术、科技等各个领域。老师们都很注重启发式教育，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，而是引导我们独立思考。而且考试和作业的形式也很多元化，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注重实际应用和创新能力。就在小婷沉浸在这种全新的学习氛围中时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人——校医阿杰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小婷因为突发性偏头痛去校医院就诊。和国内医院的拥挤喧嚣不同，台湾的校医院环境干净整洁，医护人员态度温和亲切。阿杰是一位年轻的校医，出身台湾知名医药世家，但为了理想选择了到大学当校医。当时我头疼得厉害，阿杰医师不仅仔细询问我的症状，还很耐心地解释病因，甚至教我一些预防的方法。他说话的语气特别温柔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小婷回忆起初次见面的情景，脸上泛起了甜蜜的笑容。校医院的就医体验也让小婷大开眼界，不用排长队，医生问诊时间很充足，而且整个过程都很人性化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阿杰医师还会主动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适应情况，这在大陆的医院是很难想象的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小婷因为各种小毛病时常去校医院，渐渐地和阿杰熟络起来。阿杰虽然出身优渥，却为人低调，对待每一位学生都很温和有礼。他不像其他医生那样高高在上，而是把每个学生都当成朋友一样对待。小婷说，而且他的医术真的很好，很多学生都慕名而来。在接触中，小婷发现阿杰不仅医术精湛，为人处事也很得体。他会用台湾特有的温柔语气和病人交流，遇到外籍学生还会用英语耐心解释。有时候我看到他工作到很晚，还是保持着微笑，这种敬业和奉献精神真的很打动人。随着接触的深入，小婷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真的很人性化，医疗费用负担不重，而且就医很方便。小婷感慨道，在大陆看个小病可能都要花不少钱，但在台湾基本医疗保障很完善，让人特别有安全感。阿杰经常会和小婷分享台湾医疗体系的特点。台湾的医生不会开很多不必要的药，也不会做过度检查，他们更注重预防保健，经常举办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，这些都让小婷对台湾的医疗服务有了新的认识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小婷和阿杰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萌芽。阿杰虽然在学生中很受欢迎，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他说，医生要有职业操守，不能随便和病人发展超越医患关系的感情。小婷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，
但是缘分这种事情真的说不准。然而，当两人决定交往时，却遇到了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。小婷的父母担心台湾的生活水平不如大陆，害怕女儿在那边会吃苦。我妈妈天天看新闻，说现在电信诈骗那么猖狂，害怕我被骗到缅北去。小婷无奈地说。而阿杰的父母则担心大陆女生是冲着他们家的条件来的。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复杂，文化差异这么大，怎么能长久呢？这是阿杰父母的顾虑。但是真正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在相处过程中，小婷发现阿杰完全不像她以前想象的那样，他特别顾家，每天下班都会给父母打电话。虽然家境优越，但是生活很简朴，从来不铺张浪费。更让小婷感动的是阿杰对工作的态度。有一次下大雨，有学生受伤，他二话不说就冒雨去处理，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真的很令人敬佩。小婷说，而且他对我也特别体贴，知道我想家的时候，会带我去吃湖南菜，虽然味道不太正宗，但是那份心意真的很暖。在台湾的求学经历，也让小婷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。台湾的就业环境其实很不错，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，这里的医护人员社会地位很高，工作环境也很人性化。小婷说，而且台湾的医疗产业发展得很成熟，有很多创新的医疗科技公司，发展空间其实很大。阿杰也经常和小婷分享他的工作感受，在台湾当医生，最大的成就感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能真正帮助到病人。这里的医患关系比较和谐，病人会很信任医生，医生也会很用心的为病人服务。这种职业理念深深地打动了小婷。渐渐的，小婷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。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，很注重生活品质。虽然物质条件可能不如大陆城市那么繁华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温暖，社会氛围更包容。随着交往深入，小婷和阿杰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。面对父母的反对，小婷和阿杰并没有轻易放弃。其实我能理解父母的担心，小婷说，但是在台湾这段时间的经历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可能性。这里的教育理念、医疗体系、社会价值观都让我觉得很向往。特别是在感情方面，阿杰的体贴和成熟让小婷觉得特别安心。他不像我之前谈过的那些男朋友，有的太浮躁，有的太强势。阿杰就像一杯温水，不张扬，但是能暖到人心里。小婷笑着说，而且他对待感情特别认真，从来不玩暧昧，也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就带着偏见。为了让双方父母放心，阿杰主动提出要去广州见小婷的父母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爸妈其实很有戒心。小婷回忆道，但是阿杰特别有礼貌，说话做事都很得体。他用普通话和我爸妈交流，虽然口音有点怪，但是特别真诚。让小婷父母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阿杰对医疗行业的见解。他和我爸聊了很多台湾的医疗体系，还分享了一些在校医院工作的经历。我爸是做生意的，特别注重实际。听完阿杰的分析，觉得他确实是个有想法、有担当的人。而阿杰的父母在和小婷接触后，也渐渐改变了看法。阿杰妈妈说，看得出来我是真心喜欢阿杰，不是冲着家里条件来的。小婷说到这里有点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刚认识阿杰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家境这么好，是后来才慢慢了解到的。在台湾的求学经历也让小婷对两岸的文化差异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但是来了才发现这里在很多方面都很值得学习，比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，对环境的重视，还有人文关怀的精神。特别是在医疗服务方面，台湾的经验给了小婷很大启发。这里的医生不会过度依赖仪器检查，而是更注重和病人的沟通。阿杰说，很多病其实都是心病，如果能和病人建立信任，治疗效果会更好。在就业前景方面，小婷也做了详细的了解。台湾的医疗产业其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中医药和养生保健这块，而且这里的医疗科技创新也很活跃，很多医疗器械和药品都有自己的专利。阿杰的工作虽然不是收入最高的，但是很有发展空间。他现在在校医院工作，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。
他说，将来想开一个结合中西医的诊所，专注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。小婷说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。现在年轻人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，确实需要这样的医疗服务。经过1年多的相处，小婷和阿杰的感情越来越稳定。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反而成了一种互补，他让我学会了更多包容和理解，我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。小婷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对未来有共同的期待。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，小婷选择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。我主动考取了台湾的医疗相关证照，还去参加了一些医疗志愿服务。小婷说，我想让大家看到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在台湾这段时间，小婷也经历了很多文化碰撞。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适应，比如这边的人说话都喜欢加 A 啦这些语气词，一开始觉得怪怪的。小婷笑着说，现在我自己说话也不知不觉带上了台湾腔，被阿杰说很可爱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小婷越来越确定自己的选择。有一次我感冒发烧，阿杰不仅给我看病，还亲自煮了姜汤给我喝。小婷说，那种被照顾的感觉真的很温暖。他总说医者父母心，对待每个病人都要像对待家人一样。对于未来的生活，小婷和阿杰已经有了规划。我们打算先在台北定居，因为这边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，阿杰也可以继续深造。小婷说，我也想进修一下医疗管理方面的课程，将来可以帮阿杰打理诊所。让小婷特别感动的是，阿杰很支持她的职业发展。他说不希望我因为结婚就放弃自己的理想。小婷说，在台湾，很多医疗机构都很重视女性的职业发展，工作环境也很友善。这让我觉得在这边发展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谈到两岸的差异，小婷的感悟更深了。其实两边都有各自的优势，重要的是能互相学习。她说，就像阿杰经常说的，医学是不分国界的，重要的是救死扶伤的心。现在的小婷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这里的人情味儿特别浓，邻居之间互相关心，同事之间也很照顾。他说，虽然有时候会想家，但是视频电话可以随时和父母联系。阿杰也答应每年都带我回广州探亲。对于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跨岛恋的女孩，小婷有自己的建议，不要被刻板印象限制，也不要被一时的经济条件迷惑，要看对方的品性、三观是否相合，以及是否真的能给你安全感和归属感。听完小婷的故事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像小婷和阿杰这样能够突破偏见、坚持真爱的故事，还是让我特别欣慰。两个人现在已经订婚了，婚期定在明年春天。小婷的父母也渐渐接受了这门亲事，还经常在朋友面前夸阿杰懂事、靠谱。其实爸妈最看重的还是女儿是否幸福。小婷说，现在他们看到我过得开心，也就放心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。在小婷和阿杰的订婚宴上，阿杰准备的求婚词特别走心。我知道为了我，你放下了很多，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但是我答应你，会用一辈子的时间，让你在台湾找到家的感觉。这番话不仅感动了小婷，连在场的长辈们都红了眼眶。小婷现在已经拿到了台湾的居留证，也在积极准备未来的工作。我发现台湾的医疗行业特别重视专业进修，很多医院都会定期举办培训。他说，而且这边的医疗机构很注重工作生活平衡，不会像大陆那样加班加点。提到未来的生活，小婷充满期待。阿杰说，等我们有了孩子，要让孩子既了解大陆文化，也了解台湾文化。他笑着说，到时候过年可以吃到湖南的辣椒炒肉，也可以吃到台湾的卤肉饭，多好啊！作为过来人，小婷也想对那些纠结要不要跨岸恋爱的女孩说几句话，不要被地域的标签限制了自己的选择。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真正懂你、尊重你、愿意和你共同成长的人。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经历，小婷感慨万千。如果不是来台湾交换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见阿杰，也不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个样子。有时候真的要感谢命运的安排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
真诚的感情总能突破阻碍。小婷和阿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理解包容，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当然了，作为红娘，我也想提醒大家，跨岸恋爱确实需要更多的勇气和付出，但只要是真心相爱，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。就像小婷说的，与其担心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，不如珍惜当下能够相爱的缘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下，能够坚持真爱，突破重重阻碍的年轻人，真的很需要勇气。而小婷和阿杰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，更展现了年轻一代开放包容的心态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像小婷和阿杰这样，能够在文化差异中找到共鸣，在偏见中坚持真爱的故事，还是让我特别感动。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给那些正在犹豫、迷茫的年轻人一些启发和勇气。也祝愿小婷和阿杰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早日实现他们的理想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